这只大象不知道是不是散步的时候没注意，已经陷进这个泥潭里4天3夜了。它僵硬地躺在泥潭里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已经在泥潭中融化了。只有一只还在转动的眼珠告诉我们，它还活着。但缩小到极致的瞳孔，也意味着它此时已经精疲力尽，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。好在命悬一线之际，住在附近的人们发现了它。眼看大象情况危急，他们赶紧展开救援，用树枝遮住它的身体，防止它被烈日暴晒。然后找来一台挖掘机，试图将大象从泥潭中挖出来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它补充体力。绿衣男子用清水冲洗大象的耳朵，检查是否有伤口，以及查找血管的位置。只有找到血管，才能给它注射营养液，从而补充大象的体力。另一位男子则跟大象的鼻子互动，试图转移它的注意力，让大象暂时忘记痛苦，同时让同伴更好地查看大象的情况。随后医生试图给大象扎针，此时精疲力尽的大象似乎察觉到了异常，耳朵上传来的疼痛让他感到非常不适。他试图通过甩动象鼻来干扰救援人员的行动，在大象的干扰下，人们的第一次救援工作宣告失败。他们只好做第2次尝试。就在这时，大象突然摆弄起自己的鼻子，随后竟然用泥浆把自己的眼珠给糊住了，然后再用鼻子往下一扫，眼珠又出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想给自己的眼睛滋润一下。医生再次将大象的耳朵冲洗干净，同时一名男子拿着木棍吸引象鼻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第2次救援工作开始。医生刚把针头扎进大象的耳朵，他的鼻子就又想开始捣乱，但这次却被挡在中间的木棍拦住了。医生顺利地将针头扎了进去，随后便开始了输液。大象此时也不再反抗了，或许是感觉到了体力正在恢复，他这才终于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是来救他的，这让他彻底放下戒备，闭上眼躺在泥潭里呼呼大睡。看到大象平静下来后，救援人员开始准备下一阶段的工作。他们找来了一根比钢筋还粗的绳索，一阵摆弄后编出了一个绳套，似乎想套在大象身上。但此时的大象一动不动，他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下手位置。这么精彩的救援，边喝饮料边看，别提有多爽了。这是我趁中秋在抖音商城特意挑的可口可乐，泡沫绵密，清爽解渴，超多好物不到9块9直接秒杀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超低价入手。中秋限时限量补贴，想入手我同款的，赶快点评论区置顶链接，看这个省钱攻略吧。此时靠近大象的男子用绳套轻轻地碰了碰象腿，聪明的大象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竟配合地抬起了大腿。救援人员趁势就将绳套挂了上去，随后再用力将套索拉紧，确保在后续的救援中不会脱落。看大象蹬腿的样子，似乎这个泥浆异常的粘稠，后续的救援一定不会太顺利。不过人们还有办法，他们又找来了一台功率更大的挖掘机，同时又叫了几个壮汉加入救援行动。大象可能觉得腿上绑个绳子实在是难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将它给挣脱了，人们只好再次尝试将绳子绑紧。这2名壮汉不一般，竟然硬生生的将一头重达100亿吨的大象向前推动了1米。此时套索终于再次套在了象腿上，另一头也固定在挖掘机上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终于将大象拉了出来。接下来就需要在场的壮汉将大象推起来。不止人们在努力，大象也在用力尝试。过了半个小时后，大象终于颤颤巍巍的起身了。就在人们觉得可以长舒一口气时，大象突然又哀嚎着倒地了。可能他的体力还是不够，好在医生还并没走远，又对着他的屁股来上了一剂强力针。大象这时一边输液一边进食，就这样又过了1小时，他终于有了力气，在没有人类的帮助下，凭借自己的双腿顽强地站了起来。整个救援过程看得我热泪盈眶，可能就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存在的意义吧。希望人类与动物都能像这样和平相处。